小欧，赵天辉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不能来这儿吗？怎么了？我打扰到你了？对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过来喝点咖啡，顺便看看老朋友。我们之间无法做朋友。是因为严谨吗？就算我现在没有跟严谨在一起，我也不想跟你有频繁的联系。说的再清楚一点，如果不是因为战宇的案子，我根本不可能留你的微信。服务员，帮我点餐。你要点什么？给我来一杯耶加雪菲。好。欢迎光临。先生你好。来了。怎么想到来这儿吃饭？你还记得这儿啊？当然，成为武警特战队员之后，第一次放假回家就是请你在这儿吃。你这个人，死要面子，当时那么穷，还非要请我来这么高档的地方吃饭。再穷一顿饭还是请得起的，不然我让你千万不瞧不起。哎，我不喝酒，开车了。叫代驾。我真不喝。这样，我以茶代酒。祝贺你了，终于要当妈妈了。但愿我还有这个机会。那顿饭，没想到我会带他一起来吧？其实我当时没跟他在一起，带他来就是想刺激你，以为你有了危机感就沉不住气跟我表白了呢。结果你可倒好，全身而退，连争都没争。人家李海鹏各方面都比我优秀，家电也好，跟你们当户对，拿什么跟人家争？那你就没发现，我一点都不喜欢他。你当时但凡要争取一下，我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孤家寡人的局面。其实李海鹏挺好的，你们怎么就分了呢？挺好，看着都挺好。但关起门来的日子过成什么样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你跟我出来一趟。你这几天不是给我发微信，就是到店里来盯着我，你想干嘛？想追我啊？我发现你这个人说话还是心直口快啊。
我给你1分钟时间，你要是不给我解释清楚，以后就别再来似水流年。你真的想好要跟严谨结婚了是吗？这个问题不是应该我爸问我吗？说真的啊，我劝你再慎重的考虑一下你跟严谨之间的关系。你建议得着吗？是。严谨现在虽然1审是被释放了，但是他并没有完全的逃脱嫌疑啊。小欧，你是个好姑娘，我是真心希望你幸福的。谢谢你对我的关心，但我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是我的私事儿，与你无关。严谨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？我想你从来就没有看清楚过。你我倒是看得很清楚，最后不是也是分手了吗？行，小欧，我了解你。你一旦不爱了，你永远不会回头的。而你一旦爱上了，你也会不顾一切的义无反顾的去爱。可是如果你爱的那个人，他真的值得你去爱，我一定不会站在这里说这些话。他严谨，他那个人。好，打住。赵廷辉，作为你的前女友，我很了解你现在的心情。刘伟被排除之后，你压力非常大，你无从下手，你心里着急，你可能成宿的睡不着觉，甚至连家都不回，因为你脑子里时刻都在想，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。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，因为你以前痛苦的样子，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。但你从来都不知道，那个时候我看到你，我有多难受。你即便都那么痛苦了，你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找我。或许现在的局面只能让你从严谨下手，但是我拜托你，庭审上的试验已经充分的证明严谨不是那个清洁工，请你不要再盯着他不放手。如果我现在告诉你，那个试验存在漏洞呢？那你告诉我，漏洞是什么？对不起，我没有纪律，我没办法告诉你这个案件的细节。你没有真凭实据就不要胡说八道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周一的时候你跟严谨在一起吗？你问这个干嘛？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根本就没跟他在一起，而且他也不会告诉你他真的去哪儿了。但是我知道。严哥，这老板呢？好像是和赵警官出去了。小欧，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，严谨他有很多事情他都骗了你，他并不值得你去爱。现在有新的证据显示，他不光涉嫌杀害了战宇，他还涉嫌在6年前杀害了自己的好兄弟孙家玉。你爱的人并不是你想象中的样子。
好久不见啊，赵警官。哼，严谨啊，确实好久不见了。我看赵警官最近好像不怎么喝茶了，爱上泡咖啡馆了。有问题吗？泡咖啡馆没什么问题，但是老逮着我媳妇儿的咖啡馆泡个没完没了，那就有问题了。赵警官是对我媳妇儿不死心呢，还是对我不死心啊？战宇的案子一天不破，我一天都不会对你死心的。要是专案组的同事真没什么事儿，可以盯着我；我要没什么事儿，也可以陪你们玩玩。但至于技巧，我劝你还是放下吧。放不放下那是我自己的事儿。咱们俩也算不打不相识的朋友了。6月6号，请你喝喜酒，我特意为专案组的同事们摆了一桌，一定要过来捧场。这也没几天了，严总，你可真够着急的。你是真的以为自己能笑到最后是吗？没准这婚礼的日期还没到，你的好运气就用光了。你要为你说过的话负责任。当然，我也希望你不要去逃避你的责任。事实证明，你的选择是对的。我这个人不适合婚姻，就算跟你在一起，结果也是分手，还不如像现在这样，做个朋友，还能出来喝个酒聊个天。但你今天连酒都不喝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没有，你想多了。老程，这些年过得开心吗？过日子嘛，有周爽和浩浩在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啊，你呢？那天领养申请批准的那一刻，是我这几年来最开心的时候了。自从做了律师，就没什么真的值得开心的事儿了。其实我挺后悔做律师的，做得越久，经历的案子越多，就越发现，有时候真相一点都不重要。如果真相只能让你感到绝望和痛苦，还不如闭上眼睛，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。如果真相一开始就不说，以后就越来越难开口了。你桌上那份报告我看了，今天约你出来就是想告诉你，
这绝不是咱们的散伙饭。浩浩最近学习怎么样？还行吧，不上不下的。这次期中考试考了第10，第10好啊，一般考第10的将来都有出息。真的假的呀？那我要告诉他姥姥姥爷，他们俩非高兴坏了不可。哎，回来了，这怎么还买上花了？今天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花店搞活动啊？啊，路过花店打折，给你买了几只。真巧了，你看严慎，他今天过来送请柬，他也买了花。严慎，你这花是真的好看，你这也好看。你要是喜欢，回头我让我开花店的朋友每周给你送一次。啊，不用不用，那多不好意思呀。你客气什么呀？吃饭了吗？还没有。厨房有饭。严慎，你吃饭了吗？我也看好没吃。行，我给你也拿碗筷，你们俩一起吃。哎，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。哦，我在办公室睡着了，手机静音没听见。哎，你今天怎么没去学校啊？我今天休息啊，你过糊涂了。他这2天脑子一团浆糊。我看你从出院就没清醒过。那得去医院复查了。没错，去看看他脑子里是不是装了豆腐呢。哎，伴娘定了吗？啊，本来是想订方尼雅的，但她大着肚子不方便，最后商量的是我。你也挺好的呀，小姑子当伴娘天经地义啊。这要是你再抢个什么手捧花，那你今天就能把自己嫁出去了，是不是老程？啊，是。喂。哦，好好好，我现在就出来。你们俩先吃着啊，我出去取个快递。
我从网上订了点烟台的大樱桃，他们都说这家可甜了，我洗点给你们俩尝尝。好啊。小爽，我还得回律所要开会，先走了啊。哎，那你等一下，我洗点给你带上。昨天晚上什么都没干。不用了，我赶时间，先走了。哎，那你慢点啊。走了，你不送送人家，真是的。这樱桃看着不错，那你吃完饭尝尝。哟，哎呀，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！菜都齐了，就差你了。不是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说，为了我又犯什么错了？那我可是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滔天大错，就是想你、爱你。这终于见不到你，我就无法呼吸了。哎呀，我也无法呼吸了。你看家里收拾这么干净，不得开火做个饭？来，哎呀，这个品相还不错嘛。那你看看，以后我不当老板，也得有这个手艺养活你啊。尝尝这个鱼。好吃。你说啊，什么是家呀？就是一个房子，跟你一桌好菜，再有一个愿意跟你相濡以沫的好媳妇儿，再加2个大胖娃娃和1条大狗，完美。完美。今天你就搬过来。你想得美，咱们俩还没领证呢，万一我要是反悔了怎么办？还想反悔？我跟你说，昨天我可是把请柬给赵廷辉送的。他没说什么吧？他说什么呀？陈年老错他都喝不过来呢，还顾得上说话？是不是最近赵廷辉经常主动联系你？他最近总是去店里面买咖啡。哎，但你别误会啊，他没别的意思。他对你什么意思？我太清楚不过了，只要你对他没意思就好。他心里没放下你倒是真的，但我已经明确告诉他了，我相信你。为什么相信我？因为我爱你，所以我相信你。严谨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是好的还是坏的，你都不要瞒我。你相信我一定会站在你那边。错，来尝尝这个香辣蟹，哎，真好。王林女士房产纠纷案调查取证工作已经完成，基本上确定是中介违约。李明先生的离婚官司定于下周1开庭。昨天文峰公司的负责人来电话说，决定撤销诉讼，私了解决。严律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这2天大家都辛苦了，放假。
颜律，您没事吧？能有什么事儿？趁我反悔之前，赶紧消失。每个人都有，来沾沾喜气。谢谢杨总。夏天就要到了啊，大排档越来越忙，大伙辛苦了啊！月底每个人都有奖金。来，租房去吧。哟，小春来了。重复支队长大驾光临，指导工作也不提前打个招呼。我来的时候点儿不对啊，后厨还没上班呢吧？刚给大伙发个喜糖，你来了，咱不随时开火。楼上包间方便吗？包间有啊，走。好吧。慢点吃。你是多久没过来了？是有一段时间了。你是不是换厨师了？感觉味道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厨师可没换，我看是你今天心情有点乱吧？你是不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搞什么呀？我说这段日子啊，你老躲着我，就是因为这事儿啊？不，你以后怎么让我面对周爽跟浩浩啊？不是，你不是给我出难题呢吗？我知道，你从前跟严善有一段未完的感情，但你已经结婚了。不管怎么着，嫂子对你还不错吧？你俩怎么能干这事儿啊？谁先主动了？他。就算他主动，你得把自己控制好了呀！你这么一配合，问题不就严重了吗？哎呀，你俩真是我祖宗！这照片他拍的。他逼你离婚了吗？行了，他的思想工作我来做，你也得好好反思一下。这段日子，不要见面，也不要联系，除非你俩死了心要在一起，咱们再另说。还跟我这儿装呢？我装什么了呀？难道不是你让严慎这么干的吗？我压根儿都不知道你们俩什么时候看对眼了。我说的不是这事儿，那你说什么？收买张国强的事儿知道吧？看那样子肯定是知道了。谁告诉你谁告诉我的不重要，严慎已经跟我亲口承认过了。承认什么了？他说这一切都是你让他干的，与他无关，更与沈丽妍无关。没错，是我让他这么做。你们兄妹俩互相包庇，把我当傻子吗？啊？你不是傻子吗？你给我说实话，儿子是不是你打死的？常瑞敏，30年交情，我是什么人，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人心隔肚皮，你既然对我隐瞒一个秘密，就有可能隐瞒第二个。怎么办，傅经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不知道，要不要报警啊？关键是警察在这边报什么警啊？去领枪帮去吧。
10天以下拘留。你敢？你吃了我那么多饭菜，你账还没结呢。有段时间没练了吧？水平下降不少啊。我那是给你面子。哎呀！扶上，起来。啊！跟我回队里，把6年前的事说清楚。走啊！哟，这怎么了？这好好怎么成这样了？嗨，没事儿，哥俩好久没亲热了，比划比划，过招。老王啊，我跟老张出去办点事儿，你把里面收拾一下，别耽误生意。哎，好好好，真没事啊？没事儿。王大哥，严谨回来了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刚才在1/3，严谨和陈瑞敏打起来了，后来2个人气呼呼就走。陈瑞敏，让他出去一下。你也出去。说吧。让我说啊，你先给我解释清楚，你跟严慎到底怎么回事？严慎为了阻止我查张国强的案子，故意拍了这些照片。我跟他之间应该什么都没发生。应该？我醒来之后就在酒店里了。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，我根本都不记得了。你一个大老爷们儿，叫一个女的给迷晕了，搞到床上，不可思议。要不是因为你，严慎会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吗？那你就可以趁火打劫了吗？你是男的，她是女的，人总摸了吧？说不定还偷摸亲了2口，谁吃亏啊？严慎他现在在哪？在检察院那边接受询问呢。谢谢啊。严谨到底在哪儿？他手机为什么打不通？赶紧趁热吃吧。来，我在问你问题，你能不能先回答我？我记得你最爱吃这家餐厅的菜啊，赶紧趁热吃吧，点都点了，别浪费了。咱们吃完再说，行吗？好了，我吃完了，说吧。哎，对了，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在这家餐厅，你跟我比赛吃这个变态辣鸡翅，把自己辣哭的事吗？你就是性格太要强，明明自己辣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还非要往嘴里塞，这第2天就变成个香肠嘴了。现在想想，我都觉得你挺可笑的。赵廷辉，我来也来了，菜我也吃了，你知道我出来不是想听你说这些，我只想知道严谨到底怎么了。
有证据显示，6年前的孙家玉被害案，严谨有嫌疑。严谨被程仁敏带回队里调查了。严胜这笔账，我先记，我回头找你算。那就进来吧。 现在可以说了吧？有关张国强的案子，都交代清楚。我承认，是我花钱收买了张国强，让他承认自己是凶手的，也是我向律师沈立言提供了假口供，让他按照张国强是凶手的思路去打那场官司。我私下所做的事情，沈律师一概不知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 为了救我哥。那严谨有没有参与谋划这件事？严谨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件事。如果他知道，以他的性格是肯定不会同意的。这6年来，我跟你一样，认定杀害儿子的凶手就是张国强。直到我做卧底以前，接到一个神秘人的电话。 喂，是严老板吗？是我，哪位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知道张国强是替你冤死的。严老板，当年顶着杀人凶手的罪名过日子，也难受吧？你的家人和律师为了救你，也是煞费苦心了。 到底是谁？我知道，小美人对你很感兴趣。如果你愿意配合警方，除掉他和刘伟的犯罪集团，我会让你知道我是谁的，也会帮你永久隐瞒这个秘密。喂，所以你是想要隐瞒这件事情，才主动要求做卧底的，是吗？当然不是。 因为我当时根本无法确定神秘人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我是为了确认真相才决定当卧底。那真相到底是什么？二子的死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？程瑞敏，你给我听好，我没杀二子。这件事跟严谨有什么关系啊？ 如果没错的话，严深当年给严谨做了伪证，而且严谨知道这件事。不可能，小豪，严谨身上的秘密太多了，你跟他在一起只会有无尽的麻烦，你千万要慎重的考虑这段感情啊！你别说了，严谨不可能是你说的那样。 除了电话以外，你跟那个神秘人还有没有过别的接触？太累了，想不起来了。我说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我态度怎么了？赵廷辉怀疑我也就算了，你是我大哥，你也怀疑我，还怪我态度不好。你赶紧好好交代，否则就别认我当哥。爱认不认，我什么都没做，我交代什么呀？ 行。跟你说，这严谨跟程瑞敏怎么会打起来呢？不会严谨犯什么事儿了吧？少八卦两句。对了，
一会儿小欧回来，你可别问这事儿啊，他这会儿心肯定乱着呢。你只关心小欧心情好不好？我说什么都是错的，行了吧？我不是那意思，他俩不是要结婚了吗？现在咱们谁也不希望严谨出什么事儿，还因为这事儿生气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去看牛奶好了没有？谢谢啊。看什么呢？哎，这裙子好看啊。有点贵。这裙子有肚子没肚子穿上多好看，买了吗？算了吧，最近用钱的地方多啊。行了，2天送到。谢谢。哎，趁热喝吧。其实没有什么不可能的，只是你自己不知道实情吧。你真的以为我就是你眼中那种负心汉吗？其实当年我跟你分手，并不是因为我父母不同意我们在一起，我查出了癌症，肠癌中晚期。其实那个时候，医生几乎已经给我宣判死刑了，说我治愈的机会不太大。真的，我当时自己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唯一能想到的，就是跟你分手，我不能拖累你。我生病的事没有几个人知道，所有人都以为我被外调了。你找不到我那段时间，其实我是在北京治病的，2次手术，3次放疗，真的，其实老天爷挺眷顾我的，我运气好，我捡回了一条命。我回到梨园之后，我又休息了大半年。我经常会去老街走走看看。每次路过似水流年的时候，我都有一种冲动，我想冲进去找你，我想告诉你事实，我想把你重新追回来。可是当时我的状态真的太差了，我已经瘦得没有人样了，我怕吓到你，所以我只能再等等。我想等我身体恢复到以前的样子，我用我最好的样子出现在你的面前。展远，是我回来以后接手的第一个案子，真的，我怎么也无法想象，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会是那样的一个场景。你嘴里跟我说严谨有多么的混蛋，其实我看出来了，你已经爱上他了。
小欧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当时心里有多难受吗？其实我真的挺后悔的。为什么我就不能好好珍惜你呢？咱俩当时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每天给我做早餐、泡咖啡，我加班你就会等我，陪我去吃宵夜。你为了配合我工作，你什么都能忍，但我就总是能让你失望。小欧，真的，我真的后悔，我特别后悔，真的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我已经要结婚了，你应该开始新的生活。我只想知道，你还恨我吗？我恨了，因为早就不爱了。趁热去吧。头儿，要不要给他送点吃的喝的？不用，这家伙拉练的时候在山里迷路2天都饿不死。行吧，那我先回办公室了。哎，你等会儿。就送到这吧。哎，小欧，我知道现在再告诉你当初分手的理由已经晚了，但是我是真心的。时间不早了，你该回去了。你很辛苦了，冯大哥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。你们刚才没什么吧？啊，没什么，快回去吧。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走了。在这一刻，我心头的那些结悄然解开了。那段无疾而终的爱情，和那些没有回报的真心付出，
此时都化作了故事，成为了完整的记忆。干嘛？就算是嫌疑犯，也有吃饭喝水的权利，别回头告我们虐待你。我不吃，你吃不吃都得交代。赶紧吃吧，一会儿面就坨了。就算为了小欧，我也得吃啊。怎么样？现在打算交代了吧？就是因为你那一句不负责任的话，我这儿还在滴血。等什么时候不疼了，咱们再说吧。好，我收回我之前的结论，我给你道个歉，可以了吧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你说的那个神秘人，就是小美人水产公司的门卫老黄，他叫黄发祥，已经被我们抓住了。据他交代，他之所以有邓坤的毒品配方，就是因为6年前在海叔的制毒工厂工作过，当时张国强也在。围剿当天，他错穿了张国强的鞋逃跑，摔晕在了案发现场附近的沟壑里。他亲眼目睹案发现场，你和二子发生的冲突和枪战。二子头部那一枪是你打的。他放屁！他诬陷我，那一枪不是我打的。行动当天我才得知，是上级派二子去当卧底的，而我得到的任务，就是要保证二子的安全。围剿开始以后，我作为狙击手，一直埋伏在高地。我是通过瞄准器才看到二子掩护邓坤往制毒工厂东边跑的，所以我才跟了过去。现场，发现二子已经亮了身份，他正在和邓坤进行搏斗。站住！全部放下！把他给我抓了！别管我！放下！请放下！请给我放下！别管我！站着！不让你别管我！放下！全给我离开这儿！等我醒过来以后，我就被告知二子已经牺牲了，而我也莫名其妙的就成了杀害兄弟的嫌疑犯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老黄跟你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诬陷你？我还想问他呢。他当时跟我说的，可不是这样的。所以你见过老黄？这一两句话，
我也解释不清。幸亏今天坐在你面前的人是我，现在这不仅仅是一个案子了，更是咱哥俩的事儿。我现在有的是时间，我在这儿陪着你，但你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告诉我。累了，有点困，给我泡杯茶，进去没？给咱来一杯。哎，你坐下，你泡的我可喝不惯，我只喝程副支队长亲手泡的茶。那我说你这没事儿。好，好，好，等着啊，我给你泡。哦，对，这是6袋，你入库吧啊。哎，好嘞。昨晚没睡好啊？就是有点失眠。是赵廷辉说什么了吧？没有。昨天我都看见了。哎呀，这个赵廷辉啊，看来还是不死心啊。小欧，你别受赵廷辉影响。这个赵廷辉也真是的，他明知道你要结婚了，还死缠着你不放。我和他真的没有什么，我只是有点担心严谨。严谨联络到了吗？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？赵廷辉说，严谨在6年前的案子里面做了假证。城南，我们已经搜索过了，还是没有任何发现。看来这个分尸现场不是一般的隐蔽，凶手一定做过精心的安排。我会立刻向李局申请，立即在网上发布通缉令，并同时奖励能够给咱们提供有效线索的群众。气儿也消了，茶也喝了，咱们接着往下聊聊呗。接到神秘人的电话以后，我确实慌了。如果那个神秘人说的都是真的，那就意味着儿子的死另有隐情。这个神秘人很有可能知道真凶是谁，或者说，他就是真凶。但让我更意外、更为担心的是，严慎跟沈丽艳很可能为了救我做了伪证。那个电话信息量太大了，我一度很崩溃。我思来想去，我还是决定接受神秘人的提议，冒险去趟卧底。所以我才会主动向你打听案情，毛遂自荐。在我成功接触到小美人以后，我一直都想找到那个神秘人，但一点线索都没有，只好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查案上。没想到一晃到了年底，你出了事儿，我进了毒，神秘人音讯全无。那段日子简直是暗无天日。就在我即将要放弃的时候，神秘电话又来了，他约我见面。你好，严总。
是你。没想到吧，严总，咱们之前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。怎么我的事儿你都知道？当年呐，我是海叔手下的工人，警察围剿当天，逃跑的时候，我不小心掉进了坑里，摔晕了过去。醒来的时候，刚好看见你和孙家玉、邓坤持枪对峙的场面，还包括那个内鬼上前和邓坤交涉的一幕。出来吧。一只流浪猫而已。哦。说吧，你都看到什么了？孙家玉是被一个警察开枪打死的。你如果想知道真凶是谁，那你就坚持到底，完成我们的约定。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话？你要是不相信，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吧？啊？哎，6年前你的律师团里有你的妹妹吗？她现在可是我们这儿有名的大律师啊。你这条船要是翻了，他恐怕也会跟着遭殃。当我听到内鬼2个字的时候，就跟你现在的表情一模一样。这么重要的信息，你之前为什么不交代清楚？当时你昏迷不醒。没人能够证实我卧底的身份。一旦我提起神秘人，势必会重启6年前案子的调查。在我还不能够确定老黄讲的话是真是假以前，我不想做多余的事儿，引起不必要的事端。如果掉入他的圈套，岂不是更麻烦？更何况，这个事儿牵扯到延伸，所以我就打算隐瞒。现在就凭老黄说谎，反咬我一口，他说什么我都不信了。可你前不久私下里给了王丽一大笔钱，也就是说你已经确定是严慎收买了张国强，你为什么还要继续隐瞒？其实我一直侥幸地以为，做伪证是沈立言主谋，严慎只是为了救我，一时冲动办了傻事儿。直到那天晚上，我到律所去找严慎，我不小心碰到了王丽去骚扰严慎。王丽说的一番话让我彻底明白，其实啊，这一切都是严慎一个人的主意。给你的还不够多是吗？一条人命就值这几个钱？哎，你是不是以为6年前你干的那些事儿我没有证据？我告诉你，我有录音。你这次想要多少？10万，不多，但是必须明天就拿到。其实我那天很挣扎，我在想，我是要把真相告诉你，还是继续的帮严慎隐瞒？那一晚我都没睡觉，然后我到银行提了现金，亲自去找王丽。一来是要我安抚她，二来我是要拿回所有对严慎不利的录音证据。你当时要是拿走了录音，你就是包庇做伪证，一样要判刑的，你知道吗？
我当然知道，可谁让她是我妹妹？我问你啊，如果你是我，你会不会内疚？你会不会愿意为她承担？我也承认，是我做错了，所有的处罚我都可以接受。你的证词我都会如实转交给法院，至于怎么处理，等结果吧。延伸那边现在什么情况？他已经承认了花了50万收买了张国强，王丽也交了录音，应该会判3到5年。那王丽呢？她勒索延伸的事儿不追究啊？你放心吧。这些法院都会综合考虑，一定会酌情处理的。延伸真挺不容易，一个人就这么死扛着，什么都不说，到最后宁愿用这种方式求你，也不愿意跟我抱怨半个字儿。你说，是不是我这个当哥的？太不称职了。张国强是被冤枉的，就证明孙佳玉是严谨杀的。赵廷辉说这话未免太草率了吧？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不相信严谨会杀人。赵廷辉凭什么怀疑严谨？难不成他找到什么新线索了？我问他了，但他什么都不肯说。我也很难想象还有什么证据能让赵廷辉那么笃定凶手就是严谨。小欧，别胡思乱想了，啊！他是等着，严谨一定会回来的。你好，这里是梨园刑侦支队，请问你是哪位？好，什么事？您说。哦，你好，在哪个村？啊，您说的详细一点。别着急。你好，什么颜色的垃圾桶？红色是吗？好，请您说详细一点。还有其他的标记吗？喂，你好，这里是刑侦支队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哦，好。您是在哪个小区啊？红旗小区是吧？赵支队，这些都是水牛的骨头，估计死了以后原把上埋这儿了。头，西边发现了尸骨，走，过去看看。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，你可以让我走了吧？小欧联系不上我，都已经急坏了。收买张国强虽然是严慎所为，但到底和你有没有直接关系，目前还无法证明。至于你和老黄到底谁在撒谎，我们还需要时间去甄别。行，如果时间到了，你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个事儿与我有关，你就立刻放人，否则我一定会告你非法拘禁。这一悬赏线索是多了，可没一个靠谱的。咱想瞎猫碰上死耗子，是不是也不是个招啊？沉住气，该来的总会来的。而且我预感判，陈月美那边现在什么情况？听说还在审，具体情况不清楚。你快点吃啊！吃完了再去趟禁毒支队，去打听下消息。明白。我先走了啊，我有点事儿。好。
哎，不是头儿，你又不买单啊？